欢迎回到 ASML 调查局。先考考大家，还记不记得晶片制造中的缩小灯是什么？答不出来的，通通要看上一集喽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工程师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来问问看大家吧。血汗、爆肝，无情的转动机器，工作可能超过12个小时。他们有生活吗？应该不止到8点吧，应该是24小时吧。因为我身边认识的工程师都还单身，我没有想到工程师要修那么多机器。这是第2章，他们好惨哦。感觉他蛮崩溃的，没有人可以帮忙他。老板，我觉得这个很正确。要不要考虑换工作？蛮真实的。台湾惯老板。经过刚刚的街访，看来大家都觉得工程师的生活真的很辛苦。大家看完迷因图啊，都说工程师工作跟生活是不是没办法平衡，很累，压力很大，老板啊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甚至还要独自一人面对复杂情况。到底真实情形是什么？我也好好奇哦。来到台中的办公室，我们现在就来问问 ASML 人吧。走 ，Hello， 打扰你一下，好啊，我来打扰你运动。这就是我以前的日常啊。以前8点的时候说我要走，我们8点去健身房，就8点我怎么还在无尘室？我想说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做什么？有些民众会觉得工时很长啊，根本没有空谈恋爱，怎么还会有老婆小孩？他有老婆。因为艾斯摩的机台啊，它一直就是修复那种世界上最顶尖、最困难，就是没有人遇过的问题啊。所以其实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分析，在思考说这个问题的 root cause 或它的来源原理是什么，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挑战自己啊，所以其实会有时候会蛮骄傲的，我今天好像解决了世界上没有人碰过的难题这样子。上班肌肉男，下班还是肌肉男，因为又要去健身房了，然后而且我们办公室里面也有健身房哦，我们休假也是蛮多的，差不多是做2休2这样。是这样吗？我觉得还好情况不好的时候，大家会跟我们一起 share 我们的 loading， 然后一起成长、一起进步。如果还没踏进科技业的人，应该会很害怕，感到很害怕。其实我们team上已经有1半的人都已经结婚了，甚至都有小孩。你们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吗？就是会需要这样随口随到，而且还只有1个人就要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就我自己，我新人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学长都很关心我们，然后会适时的提供我们帮助。在我们公司不会，因为在我们公司有很完整的训练，它不会让你在第一个月的时候这样子做值班。受过 training， 其实还有 mentor 制度，其实就不太会这么的害怕机台。像我们 team 来讲，我们 team 其实每个人负责的内容有点不一样，负责机台不太一样，但有时候一些问题是会跨 platform 的问题。那我们通常就是会整个 team 一起 teamwork， 然后一起 collaboration， 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就不会像这样孤立无援，对，不太会这么夸张。这个也是有一点夸张啊。不过我们公司啊，其实定期，例如大概1季，我们就会跟老板就是做 one on one， 讨论一下现在的目标，还有未来短期、长期的目标。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也不是像他图片这样子呈现的。没那么凶吧？我觉得老板不会吧？因为老板蛮和善的，完全没有这个感觉。对吧？老板会跟你拉累。其实我很多同学都是长这样子，但是我觉得在艾斯摩尔的话不会，因为我们老板都会一直叫我们去吃拉面啊，或者是去打球。其实，在我们公司跟这个现象是刚好完全相反。一般认为的开会是觉得好像死气沉沉，不敢多说什么，但我们开会是大家的发言都非常的踊跃。对啊，然后公司也蛮鼓励就是 speak up 的文化，就如果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话，都是可以说出来。经过这轮的访问，我发现 ASML 的文化呢，很鼓励团队合作，勇于发声，甚至大家都很乐于接受挑战，而且绝对不会没有下班生活。大家对工程师的生活也改观了吗？期待下一集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，我们下集见。